人类已经把寻找伴侣的仪式变得如此复杂，因此专家们仍在寻找新的绝招、技巧和暗示。这通操作通常会让人感到不自然，让我们在初次尝试或长时间休息后从头再来时感到不安。我们甚至给这番操作起了个名字——约会。走出去就是一片森林。这支影片想给大家一些建议，帮助大家驾驭新形势，或有助于重新认识自己以及其他。1、了解自己。在考虑对方是谁之前，肯定需要知道你是谁，这将让人少受很多挫折，并节省大量时间。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价值、待遇、信仰、想法和帮助，如果愿意，可以把它看作是绝对的要点、底线。比如，可以和一个与自己喜欢的巧克力口味不同的人住在一起，但可能永远无法和一个在自己哭泣时拒绝安慰自己的人住在一起。花点时间琢磨自己重视的行为，可以帮助一个人建立合理且切实的期望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就可以自信地允许自己划掉那些不满足自己需求的人。2、按自己的节奏行事。嘿，谁又开始约会了？这就对了，就是你，你是这件事的一部分，所以完全有权利决定自己要怎么做。当然，其他人可能会试图把你往特定方向推，但你是唯一100%知道内心发生了什么的人，并且可以调整自己的节奏。事实上，如果有人不顾你的暗示，一直催促、推进并坚持，那么这可能会被视为危险信号。这是一个表明对方不能接受不作为回答的迹象。这反过来意味着你的需求对他们来说有多不重要。3、把每一步都当成实践。希望第一次打高尔夫球就一杆进洞吗？那么约会有点类似，需要实践。那些日子里，通过短信、应用程序，甚至在线论坛进行的线上会议更为常见。你认识的人都没有审查过这些人。如果习惯了以传统方式与人见面，这可能会让人望而生畏。某些行为比其他行为更常出现，比如，如果你是异性恋，那么女性将不得不处理来自男性的许多信息，这些信息来自性行为直率且咄咄逼人的男性。有趣的是，如果正在追求一段同性关系，谁先发信息的压力就会小很多，面对的不合适回复也少得多。4、沟通和诚实。尽管约会可能会让人神经紧张，但它应该是件好事。有趣的是，有些事情比尴尬的沉默或畏缩的爆发引起的严重不是更乏趣。很多时候，这些痛苦的约会都是因为一方或双方没有诚实地表达自己意图、真实需求和界限。当然，第一印象很重要。我们不是让你在第一次约会时不梳头的刷剧，把它想象成，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的热门人物、亿万富翁，不要表现得好像可以呼风唤雨。真相终会大白，这会导致非常尴尬，有时是超级尴尬的对峙。还有浪费时间，浪费太多时间了。你想说的恰到好处，这样你们双方都能理解对方。那些陈芝麻烂谷子，所有的细节都会如一场洪水般倾盆而下，尤其是在早期，势不可挡。虽然不建议在第一次约会时就大肆宣扬婚姻，但坦率地说出自己为什么约会，无论是约炮还是长期交往，甚至只是有一段时间没见过新朋友，都是好主意。同样，不要喋喋不休地谈论过去的伴侣，而是要诚实地面对一些重要的事情，比如丧偶或离异等等，将有助于引导互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。提供一些一般但诚实的信息，也有助于避免危险信号，这事关平衡。如果你在离开了很长时间后又回到了约会现场，而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，另一方面，这似乎很可疑。如果你泄露了过去的每一个时刻，就像试图通过治疗来寻求宽恕一样，这也不好。好的。5、小心危险信号。说到有哪些危险信号，请注意主要的这4个：批评、防御、拒绝回应和蔑视。但有小伙伴会问，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呢？别担心，且听我们细细说来。批评并不是说一次你迟到了，它是对某件事的批评，持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事。比如说，你怎么总是迟到，
或者你从来都没有注意到我，所以在这一点上，电影是对的，只有西斯才这么偏执。防御就像进攻前，一个人说的每句话都能成为辩论、争吵或内疚之旅的开场白。随口说雨下得真大，你为什么把车停这么远？回应可能是，我不想车被刮花，你知道那花了多少钱吗？只是下雨，怎么了？或者只是为了好玩问。你觉得热狗是三明治吗？你是否收到了关于给出愚蠢推理来操纵结果的全面侮辱性长篇大论？我是说，别逗了，有时问题只是个问题。另一方面，拒绝回应，采取的是消极的方式，就像你说了一件事，或试图在冲突后交谈，而对方没回应，或者他们挂断了电话，你解释了自己的立场。他们要么表现得不在意，要么表现得好像你什么都没说。蔑视，阿波卡四骑士中最险恶的一个，我是说，约会中，轻蔑和居高临下密不可分，他们会以卑鄙的方式行事，羞辱你，或以其他方式确保你以某种方式了解他们的优先性，所以在第一天以你为代价，开贬低你的玩笑时就逃跑吧。事实上，如果这些危险信号清楚显示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最好的做法是转身离开，而不是在尝试1年之后才闪人。你会注意到，他们所要的只是骑手，完全不关心自己的伴侣，或者最坏的情况是，把他们的伴侣当作工具，就像一项运动。尽管约会也有令人不安的黄旗，但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需要当回事。如果疑惑，问问专家，或坐下来问问自己，如果自己身边的人正在接受这种治疗，会有什么感觉？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往往会失去最初约会时宽恕的玫瑰色眼镜。6. 告诉认识的人自己在哪里，并注意周围环境。我知道你一直在看那些无聊的连续剧，或者至少看过新闻报道，知道会有受害者的朋友或家人在事后说，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真的，总是让自己信任的人知道你和谁一起，在哪里。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，可能是一些小事，比如这太尴尬了，你方便过来或给我打个电话吗？这样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约会了。或者另一方面，可能救你一命，就像我们都有数字连接一样。要一直记住，你在网上或等咖啡时遇到的人并不是认识的人，约会是复杂的，我们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机会。所以请继续关注第2部分，昂首大步向前，我们在这里为你守候。